上期视频提到，朱高煦在造反失败后不甘心，给好心去探望他的侄子一个扫堂腿，让堂堂明宣宗当场筛了个狗啃泥。世上敢这么对待皇帝的人不多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。为什么朱高煦就敢呢？难道他有什么特别的倚仗？其实翻开明史我们会发现，朱高煦敢这样做，只是因为他脑子不好，俗称的犯二。若要论中国历史上最会作死的人，朱高煦一定会在首推之列。在看到朱高煦之前，很难想象脑子不好能到这个程度。朱高煦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作死之路，首先做到了自己燕王世子之位。朱高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第二个儿子，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。当然那时朱棣还不是皇帝，只是一个王爷，封地在今北京，称为燕王。比起体弱多病的长子，朱棣更喜欢次子朱高煦，他觉得朱高煦勇猛凶悍，和自己很像，所以朱棣心目中最中意的燕王世子人选是朱高煦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朱高煦也大概率会被立为世子，但朱高煦太能作了，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是要出意外的。朱高煦10几岁时，朱元璋要自己的孙子们进京学习，但朱高煦无心向学，俨然一作多端的纨绔嘴脸，甚至在朱元璋面前都不收敛，导致朱元璋对他极度厌恶。而朱高炽在朱元璋面前处处表现得儒雅仁爱，深得皇爷爷朱元璋的喜欢。于是在朱高煦15岁那年，朱元璋就直接下旨将朱高炽封为了燕王世子，同时又将朱高煦封为高阳郡王，地位与燕王相差了10万8千里。朱高煦第二个做掉的是95之尊的皇位。朱棣登基为帝后，朱高煦因为作战勇猛，多次作为前锋率领精骑冲阵，屡立战功，并且还数次救了朱棣的命。朱棣于是对朱高煦愈加喜爱，有次还曾拍着朱高煦的背对他说：“努力吧，你哥常常生病。”潜台词就是告诉朱高煦，你哥体弱多病，你努力干，皇位将是你的。朱棣在立储仪式上其实几番犹豫。朱高煦虽然战功卓著，然而朱高炽才是嫡长子，又仁爱贤明，获得了一众朝廷重臣的支持。就在朱棣举棋不定的时候，朱高炽的支持者把朱高煦往昔的种种恶迹翻出来，比如滥杀官民、游手好闲、品行不端等等，这些指责桩桩都是事实。朱棣想起当年他还是燕王的时候，朝中上下经常怪他教子无方，给他带来了诸多难堪。于是朱棣不再纠结，直接立朱高炽为太子，将朱高煦封为汉王，让他去云南就藩。朱高煦如果聪明的话，就该明白这时候挣扎没有意义，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封地等待良机。最不济也是个权势不小的藩王土皇帝，但朱高煦不肯，他像个得不到玩具的孩子那样撒泼打滚。朱棣确实比较喜欢朱高煦这个儿子，在朱高煦的各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折腾下，妥协了。朱高煦靠着朱棣对他的喜爱，争取到了留京的机会。对一个想要争夺地位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按理说，朱高煦接下来就应该是韬光养晦，秘密发展势力，徐徐图谋才对。可朱高煦是谁？不作死不是他的风格，就要做，往死里做。朱高煦多次挑拨是非，陷害太子。如果说这个朱高炽父子能忍的话，他还经常以唐太宗自比，这个朱棣可就忍不了了。唐太宗当年就是杀了自己的太子哥哥和王爷弟弟，然后还将自己的父皇给软禁起来，这才当上的皇帝。这也从此开启了唐朝皇帝竞聘上岗之路。朱棣虽然自己也是竞聘上岗，但不希望儿子们也走他的老路，于是朱棣直接下旨严令朱高煦必须马上就藩。但是朱高煦头铁，就是不就藩。朱棣当时不在京城，等他回来发现朱高煦不仅没走，而且又犯了几10起违法乱纪的事，勃然大怒，要将他贬为庶人。还是朱高炽出来打圆场，不计前嫌为弟弟求情，才换得朱棣息怒，下旨将朱高煦的封地改到离北京不远的山东，把他赶去就藩。后来的故事我们前面的视频也讲过了，朱棣去世和朱高炽去世，连着2位皇帝的离世给了朱高煦2次争夺帝位的机会，但他都没能成功。幸运的是，朱高炽仁爱宽厚，没有为难这个兄弟，而侄子虽不似朱高炽这般老好人，也愿意放过这个叔叔，在史书中留下一个仁义的名声。朱高煦虽然被软禁在京城，但过得相当有滋味，基本他开口要什么，朱瞻基都会满足他。2次造反失败，不仅没死，还被皇帝好吃好喝供着。朱高煦的运气说好不好，但要说差却并不差。
然而朱高煦并不满足，正所谓孩子静悄悄，肯定在作妖。朱瞻基觉得他二叔这几日还挺安生，于是准备探望一下。这一探望就出事了。总之是叔侄在亲切友好的交谈的时候，朱高煦突然偷袭，给了朱瞻基一个扫堂腿，让堂堂大明皇帝当众摔了个狗啃泥。恼羞成怒的朱瞻基就把朱高煦扣在铜缸里烤了。这个事件在史书上的解释，也就是官方解释是，明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二叔，两人肯定都没说什么好话，估计就是对喷一会儿，朱高煦一个扫堂腿就把明宣宗给扳倒了。泥人也有3分火气了，就让人用300斤的铜缸把他二叔扣住。可是朱高煦从小练武，力大无穷，竟然把缸给顶起来了。朱瞻基就命人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，把朱高煦活活烤死了。个人觉得这个解释的目的有2个，一个是朱高煦确实被他侄子给烤了，这个官方没想否认，可能这样是向别的藩王传递信号，敢造反，下场比这惨。另一个就是为朱瞻基洗白，要保持他一贯的仁义作风，不能造成残暴不仁的舆论影响。但是朱瞻基和朱高煦之间的恩怨没这么简单，从朱高煦这一路的作死经历看，朱瞻基可谓是忍了他很久。朱高煦投降后，因此是牵连被杀的人有1000多人，数千人被流放，这就能看出来朱瞻基内心的愤怒。而作为一个深沉有心机的帝王，朱瞻基的怒火可以压抑，但从未熄灭。朱高煦死后，朱瞻基将他的妻子连同9个儿子一同处死，并从明宗室中除名。朱高煦作了一生，不仅作掉了自己的性命，也断送了妻儿的生命。